8月2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是3年多来首次线下举办，也是金砖峰会时隔5年再次走进非洲，可以说是一场超级峰会。中国元首出席金砖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释放了何种信号？在金砖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发挥了怎样的角色作用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是3年多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首次是线下举办啊，也是金砖峰会时隔5年再次走进非洲。那郭老师，根据您的观察，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不同之处？可以说啊，这次的峰会啊，举世瞩目，有这么多的国家现场与会，还有一点，有那么多的国家有意愿要加入到进去。对，这是过去金砖国家成立以来没有的事。另外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就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啊，对金砖国家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实际上希望他发出的声音啊是越来越高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唱衰金砖国家？其实是正好相对应的，因为实际上它的力量在壮大。这是过去我们说最近出现了一种过去没有过的一种新气象。对，这一点就说明了金砖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期待啊，大家是非常高的。那这一次的南非金砖峰会是金砖合作机制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啊，参与的国家、国际组织是最多的一次。这次南非邀请了所有非洲国家，包括部分亚洲和拉美国家。你觉得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那个70来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参加这个峰会，这个70多个国家是意味着联合国的成员也不过200个左右。那么实际上是占联合国这个成员的这个国际社会的半壁江山了，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在大变局的背景下，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出了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对，侵害了他们的这个利益。实际上，他们潜在的也是想表达一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强烈的这个不满，说不说不。还有美国的不断的对其他的这些国家进行一些制裁。使得许多这个国家本来应该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体系里面一直处于一种被打压、被边缘化这样的一种地位。我觉得，可能是表达了一种对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的一种不满吧。那么，在金砖合作机制建立这17年来，在整个的发展进程当中，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国家呢，这个概念是2000年提出来的，但是真正成为一个合作机制呢，是06年之后的事情。这也和我们中国这个在这个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的快速发展的这个基本的阶段是吻合在一起的。那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和长期持续的发展呢，使得中国自身在消除贫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周边的一些新兴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在金砖机制的框架下呢，中国与其他的几个国家密切合作，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很好的这个合作的成效。那么我们在金砖机制的内外都在发挥着中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这种重要的职能。金老师，您觉得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对于中南两国关系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曾经的是，前面5月份在多哈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美国彭博社举办的，叫卡塔尔经济论坛。那么他邀请了很多的非洲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他们的这个记者呢也不断的对这个非洲国家这个领导人发问，这个发问呢就是明里暗里实际上是挑拨中非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了这个加纳的总统，问加纳总统就是讲这个你如何看待这个债务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想挑拨这个中国跟非洲这个国家这个挖个坑。那么加纳总统的第一句话的直接点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呢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这个很负责任的这个国家。这个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这个是我在现场我是听到的他们这样讲，这个就体现了就是整个的一个这个中非关系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有益。
本届金砖峰会，外界最关注的议题有2个：一是建立绕过美元的共同支付系统；二是正式推出酝酿多时的第2轮扩员。越来越多的区域大国有兴趣成为金砖国家成员，体现出金砖合作体系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作为一个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深入和更有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进程和架构为宗旨的国际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壮大将如何影响现有国际秩序，又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怎样的机遇呢？今年6月起，有关金砖扩员的报道频现西方媒体，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接连刊登诸如“金砖集团扩员，美国被排除在外”。中俄推动金砖扩员将削弱美国影响力等文章，一些美国媒体甚至直接把金砖国家集团扩员跟打造反美挂钩。对此，南非亚洲及金砖事务特使阿尼尔·苏克拉尔强调，该集团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与任何其他集团竞争。他说，有一种很不幸的说法是，金砖国家集团是反西方的，金砖国家集团的成立是为了与7国集团或全球北方竞争。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真正寻求的是推进全球南方议程，建立一个更包容、更具代表性、更公正、更公平的全球架构。不过，也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对金砖峰会表示抗拒。今年6月，法国媒体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电话，提出了参加本届金砖峰会的想法。后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拉马福萨对于马克龙提出的请求颇感意外。如果马克龙参加，他将成为 G7国家中首位出席金砖峰会的领导人。因此，法国方面这一表态在当时引起了西方舆论场极大的争议声，尤其是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批评马克龙出席金砖峰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疯狂想法。不过，马克龙最终还是没有收到金砖峰会的邀请函。7月20号，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员阿尼尔·苏克拉尔在记者会上表示，金砖国家成立的重要目标是处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和金融框架中的缺陷，因此，全球南方国家是金砖国家关注的重点。此言也被看作是婉转地拒绝了马克龙的请求。如果马克龙真的来参加的话，那么整个峰会的焦点会聚焦在马克龙身上，不利于金砖本身的议程的展开。非洲这个举办峰会，法国把它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他参加的话，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他心里会有膈应的。所以这次南非这个国家总统拉马福萨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再邀请马克龙参加。今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金砖国家的扩员问题。你怎么来看这一股金砖潮？金砖国家近些年在这个随着这个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吧，它的吸引力更强了。一些国家希望通过加入金砖合作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的，民生才是最重要的嘛。是的。当然，第2种类型呢，可能不排除一些国家除了他想要经济社会发展之外，还有一些政治的目标或者目的。比如说伊朗、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他可能是希望通过加入到金砖中来，一方面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自己抗衡西方或者说地区内的大国的这种政治资本。中东国家呢是这一次呢，表达愿望。比较强烈的国家，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对，像阿联酋和沙特，这些国家它的考虑也不太一样。它的最主要的考虑，我觉得恐怕就是对它经济有利，对它经济有利。沙特呢，你看沙特在它的2030愿景规划里面强调了它的沙特的未来的这个发展有3大支柱，有3大支柱，其中1大支柱就是它的金融实力。话说穿了，就是说，像海湾国家，像阿联酋，阿联酋现在已经是金砖银行的成员。那么，像阿联酋、沙特还有卡塔尔这些国家，它有大量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主权财富基金，它的目标是要钱生钱，是要钱找钱。它现在用不出去。它是很愿意投资。那埃及呢？它恐怕想得到更多的，这个项目支持贷款。这次会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可能要探讨未来扩员它所需要的条件
标准，包括这个规则等等啊，这个您有什么观察？所以这次扩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把扩员这个新的成员加入的规则、标准，刚才要定下来。我觉得这一次很大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够看到有一些具体的，比方说一些规定啊，为下一步的扩员做准备。所以你像刚才提到的印尼，它有可能加入。那么你要刚才提到的，它要满足新兴经济体这个，首先这个条件要满足，还要满足地区的，我觉得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为你这个成员国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你不是来捣乱的呀，你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我们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全球治理的问题。金砖要扩员，那么西方的媒体又开始煽风点火啊。虽然说金砖国家也是一再的表示，我们扩员是为了内在动力的这种联动，还是为了让自己更加自强，跟你们的那个西方集团的那个小圈子、小集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您有什么观察？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经常强调这个包容性，强调这个不对抗性，强调经济发展。你看我们中国的外交一直是强调这样子，包括这一次南非的外长，讲得非常清楚。首先南非不会在这个大国对抗中去选边，这是说得很明确。第二点，他强调一点，南非也不会受这个大的国际政治的大的博弈的影响，不会受它所致。金砖国家是强调经济发展，而西方的媒体、西方政府强调的军事对抗，所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强调和平与发展，另外强调的军事与对抗。近年来，金砖各国在以本币结算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突破。目前，俄罗斯与中国间超过70%的贸易结算已经转为人民币和卢布结算，而中国和巴西呢也签署了本币结算协议。有一些印度的炼油商呢已经开始用人民币来结算部分从俄罗斯购买的原油。这样的一种行动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有着怎样的意义？现在已经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对金砖国家本身的贸易量已经增加到。就比去年这个贸易量增加到超过10%那个增幅，那就说明这些国家，包括其他的将来非金砖国家机制的国家，也在将来更多的给中国也好，给其他国家来使用人民币的这样个交换，这样呢能够推动更多的国家有意愿加入到金砖国家机制里面去。因为对他们有好处，可以避免使用美元给他们带来的可能性伤害。值得关注的是，本次金砖峰会还关注了持续1年半之久的俄乌冲突。金砖国家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金砖国家一直寻求和平。他说：“我们没有发送任何导致冲突升级的信息。非洲联盟也提出了有关俄乌冲突的10点促和建议。”我们发现，没有人会拒绝和平的建议或计划，但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启动这个过程。我们支持尊重领土完整，但也需要倾听彼此的安全担忧。国际社会支持通过对话寻求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大，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转机呢？一起来洞察关键。作为这次金砖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关于俄乌冲突问题的讨论呢，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作为金砖5国之一啊，俄罗斯这次他的总统普京啊，通过线上参加会议啊，派出的是俄外长拉夫罗夫。这样的安排你怎么看？这个冲突本质上，我们从根源上来讲呢，它是美俄矛盾激化的一个结果。然后在这个西方援助的背景下持续。我们知道，所谓峰会，它就意味着是领导人要出席的。那么根据外交对等的原则，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峰会，那么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也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参会。但是在2023年3月份，这个总部位于海牙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他就发出了以这个战争罪为名，发出了对俄罗斯总统的这个逮捕令，要求成员国这个实施逮捕。南非呢，它是这个罗马规约的成员国，也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所以呢，按照这个罗马规约的要求呢，它应该是有义务遵守这个规定，然后对于在它境内的这个普京呢实施抓捕。但是如果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南非向俄罗斯宣战。那对于南非来说，这是不可承受之重。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大概率不会出现被抓捕，但是它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包括
丢颜面的这种风险。所以呢，这个俄罗斯总统采取了线上参会的方式，同时又派了他的外长拉夫罗夫来线下参会，这也表明了这个俄罗斯对此次金砖峰会的一个重视程度，同时呢，也能使得这个南非免除了左右为难的困境。金砖机制它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能够发挥什么样作用？这4个国家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和西方都没有关系完全闹僵，这使得这4个国家有这个条件进行斡旋或者是调解。同时，因为俄罗斯也是这个金砖成员国嘛，同时呢，长期的俄乌冲突也已经导致了这个国际能源和粮食等价格以及供应问题，还有一系列的负面的问题，这使得这4个金砖成员国呢感受到有这个义务进行调解。但是目前没有产生实质结果，根源在哪儿？根源在西方的态度。西方没有同意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之前2国其实已经进行过几次的和平谈判，甚至都出过一些草案。我个人觉得呢，金砖呢，基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共识，我们发展伙伴关系，结伴不结盟。它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面，实际上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们显然也是利益攸关方，那就是因为俄乌2国都是粮食的这个主要的出口国，非洲呢是粮食的主要的进口国，这个切切实实的影响到了他们的这个粮食安全，所以他们也要集体发声。所以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面，也专门的有5个非洲的国家一起集体发声，对俄乌冲突这个发声，那么希望这个冲突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防止这个危机的这个失控方面，对于这个国际话语、国际的这个叙事不被西方和美国主导，我觉得是有积极利益。我觉得未来呢，也应该在这个方面继续发展。对国际舆论场的这个叙事的主导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国家的一个这个合作机制呢，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它是一个他者，是一个异端，所以呢，他们会经常的去污蔑金砖国家与西方的对抗，从这个对抗的角度去看待和解释金砖国家的一些行为，包括这次的金砖峰会所要讨论的扩员问题，以及这个共同货币话题等等吧，这些在西方的叙事中都是一种对抗的思路。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如何更好的去传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政策理念等等。在我看来，这个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深入的这个融入到全球治理之中去进行这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些改革等等这些理念、思想和政策，非常契合金砖国家的这种宗旨、性质和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的这些主张应该会为金砖国家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指明道路和方向。其实中国在这场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我们注意到，你看一看中国在里面发挥的作用，有人西方媒体开始说了说中国也提出一个和平方案，也是有立场，对，也是有李辉当时特使，当时去俄罗斯访问，也去乌克兰访问，最后提出来的。但是西方国家就说觉得不够，而我们的重点就是能够更快的、更加寻找到一个双方一个平衡点，能够进行对话，不要再打，因为打仗是对双方都有损失。